今天不想做面包了，来做个蛋糕吧。蛋糕就是做的比较快，几分钟就能做好。如果平时时间比较紧的话，那可以试试。还是先把鸡蛋的蛋黄和蛋清分开，这个蛋清里面是一点都不能有蛋黄的，有蛋黄会失败。然后你要是不小心像我这样弄进去了也没关系，你只要把它给拿出来就没事儿。蛋清可以拿去冷冻或者是冷藏一会儿都行。然后现在做蛋黄糊的部分，我还是把具体的比例打在公屏上。正常的这个配方是50克的牛奶，50克的玉米油，我是把一部分油换成了牛奶，我觉得油有点多，今天我就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成功。低筋面粉还是过一下筛，我觉得它过了筛以后更好搅匀，我今天的就觉得不是很好搅匀。我给你们看一下，我这搅好的蛋黄糊就是有点稠，可以多放5到10克的牛奶，但是这个也要看面粉的吸水性。我的鸡蛋正常就是放到冰箱里冷藏的，然后这个蛋清我又冷藏了有10几20分钟吧。现在加糖和柠檬汁儿，我每次糖都是一次性加进去的，如果你怕不好打发的话，也可以分次加。我感觉打发的快慢还是跟打蛋器有关系，一定要买那个功率大的。还有就是开始你用快速打，打出纹路了以后调低速。打蛋白的时候一定要打均匀，转着圈的打，最后不行用刮铲把它往中间再翻一翻，然后再打。如果打不匀的话，做出来蛋糕也不会成功。做金枕蛋糕或者是戚风蛋糕这一类的，都得把蛋白打得稍微硬一点。你打好了，然后把它转一下，然后提起来是那种小硬的尖角就行了。先取一部分蛋白加到蛋黄糊里搅拌均匀，这个其实你的蛋白打得足够稳定，就不会消泡。抄底翻拌就行，一定要翻拌均匀，然后再加回所有的蛋白里。还是用同样的方法把面糊搅拌均匀，然后倒到吐司盒子里，这块没录上。还有就是软化一块黄油，把它挤到上面，这样烤出来也更好看。打蛋白的时候就把烤箱提前预热，上下火150度，我是烤了60分钟。还有倒到吐司盒子里的时候，一定要震出气泡，多震2下。是不是特别简单？快去做吧！